它为海洋战术开发，是水陆两用机，在海洋战场上布满了它的足迹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2周不见，我又来蹦迪了。上一个影片我们讲了拥有格斗精度的强人，而现在该换一个地适应了，聊聊海洋地图。是哪一台呢？厉害了，一颗卤蛋，不但有伸缩手臂，还一身正气。也正因为它的出现，成功让吉翁多了一个分类水陆，这让吉翁改写了宇宙世纪的海洋战略。好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讲讲结构和故事。我的影片大家都懂，打开零食没，装好饭没，夹好菜没。好，先看个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在一年战争的初期，吉翁在 MS 的协助下，宇宙算是玩明白了。但为了扩大胜利，就该把联邦的老窝给翻了。而目标就是地球。虽然扎古有陆战能力，但地球的地势 71% 都是海洋，联邦的舰艇也不是吃素的。而对于吉翁这类宇宙移民，什么是海洋？佢哋識條鐵咩？所以武器的初期設計自然也沒有海洋屬性。為了對付聯邦，海洋戰術就必須琢磨琢磨了。而這個任務就交給了 MS。初期的計劃原本是打算用06系直接改，但經過測試不行啊，不管是抗壓性還是裝甲形態都不靠譜，根本沒法很好的實戰。在經過不斷的測試和全新的觀點，水陸兩用 MS 系列誕生。在 UC0079年2月，隨着地球進攻作戰的決定而開始開發。而這台被號稱擔任開山始祖的水陸兩用 MS， 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。MSM03 戰靴，台譯為葛克，港譯為愛爾蘭魔蟹。它是一款水陸兩用主力重型 MS。在經歷了原型機和前期型後，正式進入量產階段。自身帶有伸縮手臂、大出力反應爐、Mega 粒子炮，重點是它能潛水。什麼間諜活動、偷襲作戰，對於它來說都還濕濕水。不過由於是初期機種，性能過於偏科，這也導致被後續機搶走了主力寶座。但不管怎麼說，宇宙世紀的海洋戰略確實由它改寫的。論貢獻，它跑不掉。好，這麼一台特殊的 MS 是怎麼構成的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它的結構部分。全高為 18.3 米，重為 82.4 噸，全裝備下為 159.4 噸，出力為1740千瓦，推力為121000 kg。從外觀設計上，全機像極了一顆滷蛋，可以說是極具特色。畢竟這個設計非常適合跳水。老樣子，我們從上往下看頭部。整個頭部屬於是零外露設計，頸部和動力管線完全內置，主要是避免深海水壓。當然，也正因為這樣，所以它的頭部可動範圍是超級的受限。而在外形上屬於是滷蛋頭設計，這能減少水下的阻力。整個頭部裝甲採用的是超重壓複合裝甲，防彈性一流，可以拆卸。曾經就有 MS 直接把它拆了當盾牌來用的例子。我們直接翻開可以看到內部結構。從結構上看，走的也是極簡風格，除了幾個必要組件以外，其他什麼也沒有。畢竟在深海活動，故障率能低盡量的低。這是它的單眼軌道，屬於是凸字形設計。這種設計的好處有2點：一來它能很好的抗水壓，防止變形；二來能確保鎖敵視野的穩定性。這種左右和上方移動的方式，在水中航行時可以獲得更廣闊的視野。當然只限於水下，上了陸地視野就很受限了。另外它還帶有聲納系統，屬於是被動聲納。接下來往上看，在頭頂的這個位置是一個多用途發射器，這是可以根據任務的不同而發射不同類別的彈藥。由於它本身經過了水密處理，可以在水中發射信號彈、照明彈等等。而使用最多的就是凝膠膠囊，這種多用途發射器也使得戰靴在執行各種各樣的任務時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輔助作用。關於凝膠膠囊的詳細說明和使用作用，一會武器篇我們再詳細的說。現在繼續結構部分。接下來大家把目光往兩邊看，手臂。從上往下看，先是肩部。
整个肩部属于是半圆弧设计，这能有效降低水下航行的阻力，而且还可以避免急流干扰，保证推进效率。在肩胛的边上是它的流体感应器，可以做到实时监测阻力、自动调节液压输出的作用。在内部是中空状态，主要是为了收纳手臂单元，一般航行时就会是这种收缩的状态。我们把手拉出来，可以看到整个手臂是蛇腹状设计，由一圈圈的环形装甲包裹。装甲采用的是钛陶瓷复合装甲，带有抗水压以及防御实弹直击的作用。但对比全身的装甲，它比较弱，毕竟它需要灵活度。把环形装甲拿开后，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主体了。这是它的肩部收纳板，主要是收纳爪子用的。在收纳板的后方是2条油压管，直接延伸到整条手臂。而手臂由伸缩管组成，带有一定的收缩功能，收缩时可以缩短1/3，很好的减少阻力。而战斗全伸展时，最大可以延长到18米。在伸缩管的边上依然配置了流体感应器。在伸缩管的内部是液压驱动层，以氮化硼润滑密封膜搭配液压油路来进行驱动。在每一节管的基部都有一层缓冲层，这个缓冲设计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灵活性，以及降低关节因频繁活动而出现的损毁。但在实战中，它却有另一个用途，那就是防御敌人攻击。面对 R78-2 的铁球攻击，它直接一句猴爆，徒手就接住了，而且手臂无伤，算是格斗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接下来继续往下看，那就是它的机械铁爪了。这是由耐升压结构构成，开合式格斗铁爪。从造型上看，虽然类似人类手掌，但因为没有设计手指关节，所以它可以说基本不具备 MS 手掌的灵活性。不过对于大物件的抓取那是没问题的。另外，它每根手指都是尖锐设计，所以本身具备攻击性。比如在搭配手臂灵活度时，可以直接发动鞭状攻击。手指的尖锐度带有砍击效果，而当抓取时，也因为手指的尖锐度可以直接进行刺激。比如抓住高达的死人头，直接刺穿它的月神态装甲。从以上来看，这个爪子的设计无疑是成功的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腿部。整个腿部由装甲包裹，它唯一的特点就一个字：大。为什么这么大呢？把装甲打开，可以看到里面也是相当的粗。在大腿和小腿的外围是它的散热管路，主要是给热核涡轮引擎用的。在大腿和小腿之间是它的膝关节，整个膝关节由柔性关节装甲包裹。这个柔性装甲可以随着水压变形，这很好的保障了在深海中关节的活动度。在关节的前方是带了导流槽的副膝装甲。接下来继续往下走，那就是粗小腿了。在小腿的内部是热核涡轮引擎本体，主要是用于在水中的推动力。它能使战蝎成为首台拥有横跨大洋的 MS， 水下航行的能力是普通扎古的5倍。当然，这个设计虽然可以让 MSM-03 实现水下高速移动，但在陆地上它就差点意思了，不但慢，而且容易爆。这也是为什么量产完 MSM-03 后马上就着手 MSM-07 的原因之一。在腿部这个位置是它的柔性踝关节装甲，再往下就是主体推进器了，这也是热核引擎的主喷射口，水下提供了 80% 的推力。好，腿部讲完，简单总结一下腿部。它的腿部非常挑地形，在水下它是王者，一上陆地那就是狗熊了。主要的问题有3点：第一，笨重，这完全影响它在陆地上的灵活度。另外，也因为它的主体喷嘴本来就不在陆地上用的，移动速度等于慢走，1小时也就4000米左右。第二，散热，由于它的设计是纯水下，散热也是水下优化，一旦来了陆地上，30分钟就会过热降频，所以它打着打着就要往水里跳，搞咩呢？当然是冷却引擎啊，不然出力会直接下降 40%。第三，脆弱，它的关节几乎可以说全是柔性装甲，在水中可以抗压，来了陆地上那就很脆了，一火箭炮过去就能把它打得脱臼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往后看推进背包。这个推进背包是一个双火箭造型，从样子来看就知道它能飞。对，战蝎的其他位置都为水下而生，唯独这个背包是真的为喷射而生，使用的是化学燃料火箭，主要是为了弥补在路上的不足。
它的战略作用可以看上图，推力为12000 kg， 不过只能支撑3秒，高度为等于小于25米，燃料容量只能够跳3次，空中没法转向，点火延迟 1.5 秒，每次跳完需要停30秒，不然连续的来容易过热爆炸。而主要运用场景，比如跨越一些障碍物啊，快速逃跑啊，又或者格斗时直接跳起来下闸来一个泰山压顶。借用吉翁技师的一句吐槽话，这好比把火箭绑在潜艇上，笨拙却悲壮的技术浪漫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看回正面它的身躯。为了对应水下的战场，它的身躯设计也算是独特，依然是个卤蛋型身躯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对抗水压，整个身躯装甲比起同期的 MS 要更硬。从物理上来说，真的是秋800，但因为没有看光速图层，所以在 Mega 粒子炮面前，它就直接 BBQ 了。在贾布罗战役时，几乎都被光速秒杀。我们把卤蛋壳拨开，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。在胸口的内部是它的水冷式热核反应炉，出力上达到了扎古2的3倍。当然，听名字也知道水冷，它需要利用海水冷却来突破功率的极限，出力可以突破至1880千瓦，对比隔壁的扎古2也才976千瓦。而在胸口的外面是它的减压舱，也可以叫做冷却水舱，主要就是循环冷却，当然也可以做到平衡水箱。当潜水时就会注水，这样可以增加体重，对深海的稳定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讲白点就是潜水艇的作用。好，继续，在肚腩的位置就是它的武器库了。正中央是2门偏向型 Mega 粒子炮，属于是首台把光速武器内藏到身体里面的机体，当然代价就是身体非常的臃肿，回旋速度也下降了 30%。在粒子炮的2侧是它的鱼雷发射管，再往下就是它的骨关节了，采用的是全密封轴承结构，可以抗深海的压力，但陆战就会转动迟滞。在身躯的最底下是3门辅助推进器，运作模式跟脚底一样，不过它的作用主要是紧急变向以及姿势控制。好，身躯讲完，对于身躯来说，就由设定所言，虽是权宜之计，却开拓了 MS 的新境界。这份悲壮正是 UC 机械美学的精髓。最后，我们往中间这里看，驾驶舱。虽然它是水下 MS， 按理应该跟陆战会有很大的区别，但其实它跟一般泛用 MS 差不多。毕竟要重新训练一个驾驶员，不是说你行就行的，而且重新设计一个也很费时。所以本机的驾驶舱也就是最普及的那种，只是做了一点改良而已。在座椅头枕的位置是瞄准镜，而驾驶台还是老样子，2侧是操控仪表的配置，上面是2个辅助控制杆，而中间是主控制设备，外加底下的脚踏板。好，看完机体的结构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台水下战略机体的意义。这台 MSM-03 战蝎怎么说也是首台水陆两用 MS， 从能力上来看，它突破了12万 kg 的推力，在水中也能达到75节的高速，虽然在潜航深度上它只有200米左右，跟潜艇比起来差点意思，但你要是论整体的性能，它确实不差。人家远距离攻击任务就比潜艇强，如果在潜艇作为母舰，那 MSM-03 战蝎的作战半径能更大。这种战术其实跟宇宙战术差不多，所以它背负着吉翁初期海洋战略的重要机种。另外，它跟吉翁的潜艇部队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像那种乖乖徐徐收集情报或者破坏任务，基本都是它的范围之内。所以很多情况不能只看它跟敌机硬刚的能力，毕竟它的使命是要在地球海洋战略中削弱地球联邦的影响力。当然，在后续机服役后，它也就正式的功成身退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战蝎的表现部分。这里挑一个战蝎主战场的战役，北爱尔兰基地登陆战。在奥德萨战役结束后，虽然联邦大胜，但也受到了一定的损伤，白色木马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了修理和补给，白色木马前往了北爱尔兰基地，而在行驶的过程中却被吉翁的间谍发现，情报侦察小队把这个信息发给了疯狂羽人队，而这里的指挥官正是夏亚。通过一张糊的不能再糊的相片，编剧强行让夏亚觉得这就是白色木马，
为了去确认一下，夏亚亲自去侦查，叫大部队在这里等着。说是这么说，但是先发部队可不是这么想，他们只想在夏亚来之前就让白色木马扑街。随着咕噜咕噜 ，MSM-03 战蝎出动，战役开始。就在战蝎行驶的过程中，碰到了防卫炸弹，战蝎直接发射凝胶胶囊，把炸弹粘住，防止了爆炸。而联邦这边因为防卫炸弹发现了敌机入侵，开始全面防卫。战蝎直接射爆鱼雷，一爪子抓爆岸边的炮台，直接上岸。联邦坦克出动，战蝎一个偏向粒子炮就把坦克给掀了，接着战车上场，对着战蝎就一顿轰。战蝎不是不想动，只是有点痒，然后一个滑滑梯就把对方铲爆。这个时候阿姆罗也要上场，但被告知现在是维修阶段，所有的光束类武器他都不能用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高达直接举着个铁球就走了出去，发现目标后直接冲入战场，看准了战蝎，一个铁球就丢了过去，直接把战蝎打飞。结果战蝎拍拍膝盖，冇事，頂咁撚硬嘅。阿姆羅心里想着，直接再丢一次，直接战蝎直接一句猴爆，然后把铁球给接住了。这下阿姆羅懵了，看来没有光束武器真的没法打。这时候的战蝎直接趁那边罗那边开始追着打。就在这时，阿姆羅想到了狙装甲，狙公牛是已经修好的。只见高达一个跳跃，一个借力，直接逃了回去，以上半身跟狙装甲合体，变成了狙公牛，直接出击。战蝎一看，哟，坦克！就在他掉以轻心时，狙公牛一发 Mega 粒子炮，把战蝎从头穿透到屁股，直接炸毁。这一幕也被另一台战蝎看到，这下不好玩了，看来还是水战有优势。只见战蝎扑通一下，直接跳进海里。而这个时候，狙战机也修好了，里面的光束军刀充能完成，高达直接空中合体，带着光束军刀跳了下海。在海战场，战蝎就像变了一台机一样，速度之快，高达根本无法反抗。战蝎一个快速抓刺，一爪子就抓住了高达的死人头，直接插出了几个洞，这下稳赢了。驾驶员心想，然后再一个冲刺，直接打算拔掉高达头。就在高达摄像头快毁之际，阿姆罗看准方向，一刀直接插爆战蝎的眼睛。就在驾驶员看不清的时候，高达拔出第二把刀，直接拦腰砍断。随着战蝎的爆炸，战役结束。好，看完这场战役，我们借着这场战斗的过程来讲解一下 MSM-03 战蝎的武器部分。我们先从格斗看起，铁爪，它是出自芝马德公司早期的理论，以最小化结构抗压理论。它的掌心属于纯实心装甲，毕竟防御优先，格挡时可以当盾牌来用。在动画中，面对高达火针炮，直接手掌格挡，而它的手指属于是零关节刚性结构，主要是为了对抗深海的压力，而且20吨出力防变形。毕竟设计它的时候就没想过要让它拿枪啊、拿炮啊什么的，只要在水里给我施舰艇、施装甲就好。而它的核心思想就一个，舍弃一切非必要的功能，将铁爪化为纯粹的破甲凶器。这也算是芝马德的个性了。在攻击方式上，第一种就是穿刺，以超硬钢爪心通过集中压力，直接可以穿透装甲。面对高达，一爪子下去，高达的头都得进水。第二种是拍打，以自身的重量直接一拍，可以把防御炮拍烂。如果搭配推进背包，直接向上往下砸。900吨的动能，直接一击可以把海岸工事毁掉。对于他的评价，借用吉翁驾驶员的话来说，那铁爪能如狮子般抛开潜艇的外壳，但在路上只是铁枷锁，这是深海水鬼的荣耀与悲哀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特殊武装，多功能发射器，这就是配置在头顶的那一个，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而发射不同类别的弹药。而这次我们重点要讲的就是凝胶胶囊，发射时会直接喷出胶囊，然后在前面破裂。当里面的高分子液体跟海水反应时，就会形成护盾。在动画中靠近白色木马时放的就是这个，而它所起到的作用也很特殊。第一是物理包裹，可以让机雷、防御炸弹直接包裹；第二是电磁干扰，可以阻断磁性感性管；第三是声学隐身。主要原理就是利用凝胶的涂层来吸收主动的声呐波，做到敌人看不到的效果。这能力要突破机雷封锁区，简直就是濕濕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远攻武器。首先就是肚腩周围的2门鱼雷，
由于是固定仰角模式，所以发射时起码得调好方向。而鱼雷本体采用的是声导冲击，由于制导技术是普通声导，所以非常容易被干扰。当然，如果不被干扰的话，还是有威力的。对于近距离，可以先用爪子撕开对方的装甲，然后直接内射一颗鱼雷，把对方炸了。这种适合夜袭。对于中距离的话，可以单发点射，主要是执死雞，给受损的目标补刀用的。而远距离的话，双发齐射可以瘫痪敌舰的动力。每次出动携弹量是每管3发，一共6发。射完还想再射，那就必须回到母舰重新装载。对于这款武器，吉翁军对它的评价是：在水下是撕裂舰队的深渊獠牙，在陆上是笨拙可笑的铁管烟花。翻译成人话就是8个字：水下局限，陆上笑话。好，最后一个偏向型 Mega 粒子炮，位于肚腩的正中央，它的设计只有一个，就是一击必杀。它的加速轨道属于是4级的磁约束环，长约6米，粒子的收敛率为 38%， 所以光速比较容易散射。单发出力为22兆瓦，比起大摩要高出 2.75 倍。射击的冷却时间为20秒一发。它的攻击范围属于是集中贯透，直径为 1.5 米。当然，它依然属于特工武器，水下水上2种状态。在水下可以说是霸主，由于水流可以提升冷却的效率，射速也提升到了15秒一发。光速在水中的削弱率只有 12%， 但一上岸精准度第一个扑街，1公里的散步达到10米，要靠很近才可以命中，而且路上的冷却也很困难。只要连续发2次，就很容易触发强制冷却，不然磁约束环很容易就变形。对于它的评价，借用战后吉翁军的描述是：这门炮是守护深海龙宫的凶器，拎上陆地不过是笨拙的铁管，专精与泛用的永恒悖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解析就讲到这里。如果觉得我讲的还不错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下期我们继续水产，继续一台一台的说下去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直接就开始 MSM07 魔蟹。好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视频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实验，我们下期见。